早期喜乐蒂会红是因为《灵犬莱西》这部电影，但是它其实是大阪的喜乐蒂，叫做苏格兰牧羊犬，它的智商是所有狗种里面排行第4。我刚刚叫他们过来什么的，它都很乖很听话哎。都市里面你空间其实没有那么大，就很适合养喜乐蒂。你下雨天不带出门，它也不太会拆家。真的哦。可是带出门也可以玩，不会像说你养小型犬带出门它就很害怕这样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盟主毛很多，我是荣杰。今天呢，荣杰非常的兴奋，要来跟大家介绍一种看起来非常聪明高雅的狗狗，它叫做喜乐蒂，它是牧羊犬哦。在我身边的呢，就是饲主 Russell。大家好，我是 Russell。喜乐蒂这个品种啊，你可以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吗？它其实是来自于英国的一种牧羊犬，它的英文名叫 Shetland Sheepdog， 它是来自于 Shetland 小岛的一种狗。这个岛因为每天都在下雨，所以说它们的毛其实是很厚，可以防止就是潮湿寒冷的天气。所以其实是有一个岛叫做喜乐蒂岛，差不多，英文名字叫做 Shetland， 翻译过来就是叫做喜乐蒂。哦，目前可以看到有3只狗，可以个别为我们介绍一下吗？这一只叫做 Mason， 它是2023年全台湾第5名的喜乐蒂牧羊犬，它有韩国冠军跟台湾冠军的头衔。它现在几岁了？它现在6岁。为什么它这么稳重？因为它比较老了，这种狗其实越老就是只会吃，它不太喜欢动。那我们那一只看起来陨石色的那一只，那一只叫做 Berry， 然后它是菲律宾的大赛有拿过牧羊犬的第1。Russell 爸爸，你是特别培养你的狗狗们要去比赛的？其实我们是从各国进回来，然后带他们去各国去比赛，这是我一个兴趣。那还有一只我们的黑白色的，它是 Vivi， 它也在泰国的大赛，在小时候有拿过牧羊犬第1。Vivi 几岁？他们2只都是2岁左右，最爱玩的年纪。对，所以我们在画面里面现在都看不到他们2个。他们有一点像是那个灵犬莱西。早期喜乐蒂会红是因为《灵犬莱西》这部电影，但是它其实是大阪的喜乐蒂，叫做苏格兰牧羊犬，在日本是最流行的一种牧羊犬，它的智商是所有狗种里面排行第4。那他们的智商大约是人类小孩的几岁？应该3、4岁有啊。我刚刚叫他们过来什么的，它都很乖很听话哎。我有听说 Russell， 你是不是养过很多只那个喜乐蒂了？我其实大学毕业以后我就开始接触，那现在是第5年，我总共大概养了12只左右。不过到底为什么会喜欢喜乐蒂那个契机？其实这种狗，它很好训练，因为它很聪明，这种狗又很爱吃，基本上不挑食。然后第2个是说，它们基本上很好美容，它们就是2个礼拜洗澡1次，也不用特别剪，它们要剪的部分只有耳朵这一块跟脚掌这个要把它剪圆。像 Russell， 你刚刚说他们都是从国外回来的嘛？那这样台湾的气候对他们来说是友善的吗？我们都是24小时开着冷气，他们也怕热。他们就是只有怕热，这种毛我们叫做双层毛。双层毛就是里面有一层，外面有一层。台湾因为潮湿，所以很多湿气就在内层毛里面，所以就容易会有皮肤病。Russell， 我想要再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呢在台湾比较常见的喜乐蒂大概有哪几个种类？当初有一批狗就去了美国，那美国人就把它进行改良以后，它的脸跟尺寸就会变得比较大，比较有肌肉的那种感觉。常见的类型就是有欧洲 type 跟美国 type， 最大的差异就是说欧洲的类型会脸比较尖，体型会比较小。那像这3只谁是欧系，谁是美系？像 Berry 就是欧系，我们说这个会比较像小鸡脸，就是脸会比较细。然后这2只的话，口吻会比较长，也比较粗，这样子。可是我在路上啊，好像都比较少看到喜乐蒂。其实20年前这个是台湾最主流的一种犬种，但是后来因为太多人把它去混狐狸犬，所以就变成说大家越来越不想养这种狗。外加就是说，大家现在其实主流喜欢养边境。基本上我觉得喜乐蒂的优点，它就是属于那种能动能静的狗。都市里面你空间其实没有那么大，就很适合养喜乐蒂。你下雨天不带出门，它也不太会拆家。真的哦。可是带出门也可以玩。不会像说你养小型犬带出门它就很害怕。Vivi 的颜色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因为像这2只都是有3个颜色啊。喜乐蒂最主流有5种颜色，那大家最流行的就是中间这种，这叫雕色。还有另外4种颜色就是黑白，像 Vivi 这样子。那还有黑黄白，另外2种就是这个陨石，对，陨石白跟陨石带黄还有白。这种狗狗啊，适合新手小白饲养吗？我的客人的评价是，都是觉得他们第一次养狗都很好上手，因为
他们很聪明，第一天回家就坐下，什么都会。然后再加上他们不挑食，他们很爱吃，所以说你只要有食物，他们基本上训练的都很快。像你啊，你平常给他们吃干粮以外，你还会给他们补充什么吗？基本上就是我会建议饲主，就是你假如说煮饭有这么多的肉，就是水煮一份加在饲料。那像 Russell， 你会建议，如果像是我想要养这只喜乐蒂的话，有什么跟一般的狗不一样，特别需要照顾的？其实我觉得它最主要就是因为它毛很多，对，要照顾好这个毛，其实就2件事情。第一个就是我们2个礼拜要送洗一次，它的毛质因为是双层毛，所以它换季的时候会大掉毛。哦，它是借由换季不断大掉毛来让它的毛越来越厚。我们就是尽量每天都可以让它梳毛。那如果像在家里自己梳，就是用那种排梳这样梳就好。我们会用女生梳头发那种柄梳，因为排梳会把它所有毛都给拉掉，这样子毛就养不好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，家里能开冷气、开除湿机，就尽量给它开下去，尽量让它毛越长越厚。我1年4季都开冷气，要开除湿机的话，我也是建议就是通风加除湿做好。你冷气开几度啊？16度。你家冷气开16度？对，所以就是其实台湾的天气对他们来说是很热，所以我们尽量都是挑晚上6点过后再把它带出门。Russell 有提到说他们会换毛嘛，对不对？那你会发现说他们换毛的时候毛色会不一样。其实举例来讲，就是这只 Mason 呢，它的底层毛嘞是浅色的，然后它的外层毛是深色。现在它是毛量最好的时候，夏天的话它底层毛就会掉光，它的毛就会长长。冬天的话它就是会换外层毛，那它就会变浅色的。我刚刚有发现 Berry 的眼睛好像是比较异瞳，是吗？陨石色其实是一种黑色素的退化基因，它在配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配黑色的，因为这样的基因，所以他们常常会有异瞳的状况。现在很多饲主他们会觉得这种颜色很稀有，那但是他们不懂这个原理。我们说养牧羊犬最主要我们要注意的就是2个问题，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陨石色的这个问题，第2个问题就是我们常说的髋关节问题。那假如说狗的髋关节发育不全的话，它是没办法4肢分开来行走，那这种东西是会遗传。在挑选狗的时候，先去看一下狗爸妈，不要在笼子里面看，你让它放出来，它可不可以4只脚分开来走？4只脚分开走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可以看几个点，第一个，它的4只脚会是正的，它自然站的时候我们没有特别去摆，不会有特别外八的情况。那第2个就是说，这个骨头啊，这都是要有弧度的，这对狗才是健康的。一般来讲，我们不能整只脚会是直的。再来说到我们刚才说的髋关节问题，最简单用肉眼可以看的方式，就是我们用动态的方式，基本上我们就是让它走。你可以看到4只脚是可以分开来走，4只脚是可以分开来走的，它就是一只比较健康的狗。那像这些啊，骨骼的健康跟它脚掌的方向，是不是也是选美比赛的评断标准？对，我们评分最主要的要点，第一个就是说它的运步是不是流畅的，对。第2个就是说它的犬种特征有没有符合标准。它们是比较容易胖的狗。其实所有的狗都会有我们说类型，像我本人就是属于那种在狗里面叫做海绵型，就是怎么吃怎么胖。那像有些人他就怎么吃都吃不胖的，我们就叫做肌肉型。肌肉型。那肌肉型的狗就例如说像杜宾这种，不管怎么长都是长肌肉。那像喜乐蒂它就属于比较海绵的狗，只要不动就很容易胖。如果我想要养一只喜乐蒂，我1个月大概会需要花多少钱？基本上1个月饲料的话，我们会抓在1000块，不包括那个鲜食，对不对？对，那肉的话，这个东西就取决于你要吃什么肉，但是我觉得1个月抓1000块就很够。喜乐蒂1天要吃的量大概只有2个拳头，洗澡它1个月洗1次，比较高级的店在台北市来算的话，大概1000到1500左右，2次的话我们大概抓2、3千块。我觉得1个月抓个6、7千块，不含医疗的话是很够用的。今天喜乐蒂就介绍到这边，相信观众朋友也跟荣杰一样，从此爱上喜乐蒂。那喜欢我们的频道，不要忘了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